大家好，我是艳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丙烯颜料防点缀，也可以叫做防烧蓝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教程。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材料包，就是我们的1号材料包。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材料包的工具，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是会不会挡到？有一个尖嘴钳，然后椭圆钳，然后斜口钳，还有一个是开孔钳，就需要这4个钳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开我们的材料包吧。打开材料包以后，然后你们就会看到一个材料包，里面有一个报纸，这个报纸是为了不让它运输的时候产生摇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材料包里面有什么东西。2卷铜丝，然后这个铜丝有一个是0.8毫米的，有一个是0.3毫米的。有的小伙伴可能收到的这个是0.4毫米的，0.3毫米和0.4毫米，在这里的话都可以用。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袋子了，我们这个袋子里面装了有丙烯颜料，然后有胶水，有指甲油，还有一支笔。然后一袋花片，这个花片呢，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里面大概有哪几种花。有2支发钗，然后这个是包好的贝壳片，待会儿会用到。先把它分一个类吧，这里可以快进。这个花片就是很多小伙伴会比较懵，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因为刚开始是给大家分出来的，后面就是这样分的话，就是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后面就大家自己来分一下。大家分的时候可以边分的时候边点一下数，然后我这个是我自己，基本上每一个的数量我已经烂熟于心了。以前我是从来都不会去点数的，真的，就是因为要给你们配包，所以基本上每个的数量我都是可以背的。当然这个也避免不了出错，所以如果大家材料包里面如果有少东西的，一定要联系客服，就是一定要联系客服大哥，然后给大家补发一下。小哥，客服大哥已经按捺不住，一定要让我改成客服小哥。然后大家就会收到这样的花片，如果有的花片形状不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就是把它掰一下，因为这些花片掰一下都是可以用的。像这种的话，大家可以掰一下，因为避免不了在运输过程中它会有折叠。其实很多我们都是给大家就是提前掰过的。因为模特小姐姐她就特别看不惯这种弯的，然后她就是每次她弄的时候都给大家就提前用钳子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掰过，真的是很用心的。好了，我们这个包的话大概就有这么多花片，然后这个大的有2个，然后这种花片的话我们需要的可能需要是45个，但是我们一般装的话会给大家装到50个左右，还有几个是作为备用的。然后这2个花片的话，就是一个是中小号的，一个是小号的，然后这2个花片大概在20片左右，然后一般我们装的话会装到23片、24片的样子。然后这种的话就是一个的一个，这个长一点的花片的话有4个，2支发钗，然后这个发钗一般我们用到的应该是9根，然后我们一般装的话会给大家装一些备用的，大概在11根左右，我们来点一下哈。
2、4、6、8、10，你看这个就是11根，然后会有一条这个链子，这个链子的话要切成4段，这样子每个大概这么多就可以了，也不用，应该会再剪短一点，因为每次我们给大家预留的链子应该都是足够了的。然后还有两只这个花片，然后这个是做耳环用的。我看到有的小伙伴他会把有些东西给替代了，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大家的想象力比较丰富，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不一定要说是完全按照我的那个步骤来做，或者是我的那个想法来做。其实如果大家可以，有新的想法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因为这样更有创造力一些。我喜欢比较有创造力的小美眉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呢，就是主要装的就是一些小珠啊、配饰啊，比较小一点的东西。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盒子以后，就会看到这个花片，因为前面我们没有经验，就是没有系过这个花片，所以的话就是给大家直接装在里面的。这个就造成了，就是这个花片，因为它是贝壳做的，所以它就比较脆，然后就容易断掉。然后后面我们就给大家全部用这个纸，然后又重新给大家包过了，所以就是中间会出一些问题，然后我们都是以前没有经验，然后尽量后面就尽量避免这些。这个也要就是感谢小伙伴们，就是你们如果收到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一定要告诉我们，然后这样我们才会知道。然后，这里面的话，我给大家准备了有耳夹，还有耳钩，因为有的小伙伴他是没有耳洞的嘛，所以这就准备了耳夹，然后耳钩也有。以前就是反映，就是有的小伙伴沟通的时候就说我有耳钩，我有耳洞，有的是没有的。然后后面我们就把这个2个都加在里面了，所以就是有的是2个都有，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到底是用耳钩还是耳夹。然后这个贝珠呢，这个橙色的有一点肉粉的这个贝珠呢，有6颗的样子。然后这种小米珠，一般的话我们可以用到40多颗，43颗的样子。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基本上都是按多的数，就没有去，基本上都是5、60颗的样子。然后这种小珠的话是19颗，然后一般我们会丢到21颗、22颗。反正只有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手工做的一个月光石的一个界面，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在阳光下它会有一点点的蓝色的幽光，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好看一点。然后这种珠子的话就是有这种大一点的，这个是2颗，然后这个小一点的，这个用到的是11颗，这个用到的是11颗，然后我们一般会给到12颗。然后这种的话，一般它是26个，然后我们一般会给到28个左右。然后这种的话就会一般都会多给。然后我们先来。然后我们就先来画一下这个花片吧。然后其实这个花片，问题还是蛮大的。然后我现在先去拿一个调色盘过来。好了，那天有一个妹妹就是在店里面就问我，然后这个哪里买这个调色盘？然后我就说这个调色盘是我当时买颜料的时候送的。就一定要跟我买一样的调色盘，我就让他拿一个碗，就是家里面就是有那种不用的碗，其实可以用那个碗。然后他说这是一种精神，我当时听到其实蛮感动的。然后我就到处去给他找了一个一样的，发给他。好了，我们先打开这个包，这个包里面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只用得到这几样东西。好了，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就是我们不用的先收起来。我们现在先要画这个花，我们把这些花片，然后不用的我们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剩下的这些花片呢，就是我们就是要画的，所以我们打算把它，我就打算把它全部画出来，好啦，全部画出来。然后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花它是可以正面画和反面画的哟，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我的图，我的那个原图中，它这个花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这里大家很多都出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留出大概1毫米左右吧，不到1毫米，可能是0.8毫米左右的边，就是每一个画要留一定的边，不然的话画出来就是整个都是满的，就没有那个仿那个烧蓝的那种感觉，就是画这个边很重要。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是没有画边的啊。还有我们就是在我们用这个丙烯颜料的时候，因为我们丙烯颜料涂这个光滑，所有的丙烯颜料涂这个光滑面啊，它都是涂不平整的哦，所以我们涂这个丙烯颜料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涂，然后不是涂一遍就完了哦，涂一遍是它是绝对达不到效果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耐心，就是我们涂一遍以后要等它晾干了以后再涂第2遍和第3遍，这样的话就会涂得均匀了。好，首先我们先要拿出这个花片，然后看，对吧？看它这个花片它是正面还是反面，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只有这个花它是分正反面的，但是这些花，对吧？这些花它就不分正反面，然后这个我就直接开始涂，好不好？待会儿我们看到图的时候，我们拿出图的时候再来涂这个花。我们先来涂这个花，这个是可以直接用的啊。这个是涂一面的，这个是有可能是正面，有可能是反面的。然后这个就是只涂正面的。然后大家拿到这个丙烯颜料以后，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丙烯颜料烤一下，就是摇一下。它这个丙烯颜料确实不是很好涂。蘸一下吧，烤一下，就是把它搅一下。然后我们来涂第一个，涂的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涂。然后大家第一遍的话是怎么涂都不会涂上色的啊，所以的话第一遍作为一个打底，等它干了以后，然后再涂第2遍和第3遍。不要，我看到有的小伙伴的话，就是一下子就弄一坨在上面，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干了以后它会起一层皮，然后它也不会就是附在上面的，所以就是需要大家的耐心，一点一点的涂，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材料包的话，就是它出的问题会大一些，第2个材料包我觉得大家的问题不大，好像大家都反了涂的。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我缺少一个音乐，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过程，就不要让它就是变得很枯燥。就是我一般都是边看电视啊，边听音乐啊什么的，然后边做手工的，所以我就不会那么枯燥。所以涂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享受的。大家可以用这个过程来放松啊什么的。所以大家看到我涂的时候，尽量就是把边留出来。这个边很重要，这个边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会更精细一点。就是我们涂好了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底它就不是平滑的了。它不平滑的话，就是附着第2层颜料的时候，它就会更容易一些。如果是光滑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它是不会上色的啊。它基本上就是第1层的话，基本上就不怎么上色的。那我们再来涂这个，就这样子。
这个应该就和大家涂的第一遍是一样的。涂的时候千万不要加水，如果加水的话就更稀了，而且你还会觉得就是而且你还会加快这个的氧化。说到氧化问题的话，我们这个片就是给的这个花片的话，第一个材料包是铁配的。为什么会给到铁配的材料？为什么会给到铁配的材料包呢？是因为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就是铁配的，因为要做的一样，所以没有办法。但是这个铁配的，如果是加上了指甲油的话，它是可以保色很久的。就像我做的第一套那个老的话，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很好的，很新的，就是没有氧化。所以大家一定要所以大家就也是没有必要去特别在意这个问题的。因为像现在我觉得其实我做的东西很多都还很好，就是很久的视频都在用，就是完全可以够大家用好几年的了。还有的小伙伴就一直在说能不能保色，能不能让我保证它不掉色，这个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除非是金子或者是银啊这种的话，我觉得都会变黑啊什么的吧，所以这个完全没办法保证，所以就只有让大家多多的爱惜一下这些东西。旁边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哈，不要涂满了你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其实这个材料包也不是，它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完全按照以前那个配的。以前的那个里面还有一个橙色的，是因为确实当时没有红色的了，我就拿了橙色的来做。然后以前的那个花片也是那种白的，也不是现在的祥云的，就是我给大家选了就是更贵一点的材料，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看嘛。就是涂第一遍的时候，你不要管它这个底涂成什么样子，你就这样涂就行了。因为你再怎么涂第一层，绝对是涂不匀的。好了，就给大家演示涂
涂几个，然后我再演示一下涂这个吧，后面我就加快进程了。哎呀，就是涂这个的时候一定要看图，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淘宝里面的图。我记得我一般的话就是我能够找到一张这样的图，我都觉得真的是太开心了。但是我一般找到的都是这样的图，就只是戴在头上的图，然后还有就是很模糊的图。然后我一般就是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视频就是眼睛放大了看，它到底是什么结构的。然后你要找一个这样的图的话，哇，真的是太难了。你看这个图多清晰，多清晰，是吧？这个图真的很清晰。好了，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瓣，它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如果是这个图的话，它的花瓣是不是这样子的？对着图看哦，对吧？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花它有1、2、3、4、5、6朵的话，它都是应该是反着涂的，对吧？我们就数6朵，1、2、3，数6朵，这些都是要反着涂的，都是要翻过来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图是这样子的，它也是这个花，你看它的花的方向是不是它是前面3个是反着的，是这样子的，1、2、3是这样子的，对吧？只是我把它往里面凹了一下而已，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大家这前3个也是反着涂的，对吧？仔细看图，一定要看图，大家每做一个的时候一定要看图。然后中间的这个它是正面的，对吧？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要数7朵花，3、4、5、6、7朵花的话，其中有一个是正面的，有6个是反面的，对吧？好，这个的话我就把它，比如说刚开始的那个6个，第一个我就把它放在一堆，然后第二个我再把它放在一堆，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哪个是哪个的。然后第3个的话好像有2朵这个花，对吧？中间大家看啊，在最中间这里是有2朵这个花的，对吗？对的哈。然后我们就把，其实大家看到没有，这2个的话你剪出一个作为正面，其他的都是反面，然后你就可以把反面的放在一起了。然后这个的话你就把正面放在这里，然后这2个的话应该也是正面的。好，然后我们和正面的放在一起，然后这个的话是反面的，对吧？是反面的。好，反面的它应该是前后有4个，4，前面2个，后面2个，就是4个，4个是反面的，反面的放在这里。然后这是2个单支的花钗，就是有小伙伴问我这个花钗是怎么固定的。这个花钗其实它也是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花片，然后你就把那个小红珠穿进去就可以了。这个绕线应该会绕吧，就是大家如果会绕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扣1。好，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就是大家哪一步是会的，哪一步是不会的。然后这个是4个反面，好，这个是反面的。然后我们再看这里，这个地方呢，你看第一个还是正面的，然后这个应该是当时我上的时候自己也没有留意，然后一个上反面，一个上正面。然后其实我们的话应该以这个为准，就是都是正面的，就是2个正面的。因为这里面好像少了一朵花，是因为当时好像没有了，然后就少了一朵花。好，我们以这个为准啊，然后就是2个正面的。好，
为什么还剩了这么多呢？就是大家可能会问，这里为什么还剩了这么多？原因是因为这个它每个是因为它每个就是把这个剪开，然后拼成的。它需要把这个花涂上色以后，把它剪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拼接上去，粘上去，用胶水粘上去，然后就会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了。所以大家组装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图，我觉得这个图应该是够清楚的，这个是我至少是我看的比较清楚的图了，因为我一般你们都知道，我一般都是看了一个图以后，然后都是很模糊的，我很难找到高清图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涂吧。这一堆就是刚刚我说的要涂反面的，这一堆是我刚刚说的要涂正面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涂这个吧。给大家涂2个这个反面的，再涂2个这个正面的。其实这个方法大家学到了以后，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就是它可以做很多东西的。比如说我们前面的那个底冠，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做的。因为点翠对于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自己做一个都要很费劲的，就很多新手他体验不到那种成功的感觉。他可能体验到一半他就挫败了，所以这个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最不想看到大家有挫败感，所以我一定要给大家找回这种成功感，就让大家用简单的方法做出一个超级震撼到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可以交作业。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不是你一下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大家不要急，我相信就是方法，你慢慢掌握了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我希望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人是自己，真正的做你自己是最好的。
其实我一般在录视频的时候都没什么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有好多话。好了，我觉得我们前面的这个应该也已经干了，我们就来涂第二层。好，你看涂第二层的时候，它那个颜料的附着力会更好一些。涂一层和涂两层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就是超级明显，就可以看到涂一层和涂两层的效果。但是我觉得涂两层还没有达到我的效果，所以我还要继续的涂第三层。那么我们先把第二层给涂了。这个视频我在很早以前就想给大家录，因为前面有一个后面的一个部件没有录到，就直接已经装好了，可能大家就会说，哎，刚才发生了什么？所以其实我是一直想给大家录这个视频，但是因为10月份真的是太忙了，基本上没有时间休息，然后再加上就我刚刚忙到第4天的时候，然后我就感冒了，所以后面一直在输液，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弄。然后这儿我稍微好了一点，然后今天就打算就是一定要给大家录，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每一步给大家讲清楚。大家知道了吗？一定要涂2到2遍以上，它才会呈现出那种比较饱和的状态。好，如果大家明白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扣1，然后我就知道了。相机快没电了，因为我已经录了很久了，相机快没电了，它要罢工，所以就可能待会儿等它充好电，然后我基本上这边已经涂完了，就给大家演示下一步。干了哈，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再给大家演示，就趁着这个还有一点点电哈，给大家演示这个第3遍效果是怎样。看第
3遍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视频中的效果了。第3遍的样子。好，所以大家涂的话一定要涂到自己满意为止，不是说我涂2遍你就涂2遍，我涂3遍你涂3遍。如果你涂3遍涂不到这种效果，你还要涂第4遍，知道吗？好了，经过了我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我这里呢只给大家做了一半，因为时间有限，然后我今天晚上可能只能给大家录一半，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把所有的教程都给大家拍到。然后最后我剩了几片，因为刚刚相机在充电，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看涂1遍的效果是很淡的，然后涂2遍的效果就比较深了，然后这个是涂3遍的效果就比较饱和，然后我们需要的状态的话就是这种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涂到这种程度的话，一定要再涂1遍，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哦。然后我再把最后这2个涂上，因为其他的我基本上已经涂完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背面的就拿出，然后我们就拿出指甲油，然后开始涂。这里为什么要拿指甲油来涂呢？可以用一个镊子，如果你没有镊子的话，你可以拿一支笔啊什么的，然后给它涂上，给它按一下，这样子，这样比较好涂一点。因为如果我用手的话，可能大家就看不见了。这里的话，大家也一定要小心，因为比较粘。如果大家觉得臭的话，也可以戴一个口罩。就是为什么后面还要刷一层指甲油呢？因为丙烯颜料涂在这个光滑的表面上，其实它只是形成了一个膜，而已。然后你可能就是比如说2个花片蹭挂到一起，它就很容易就是脱掉。所以的话就是加指甲油之后，它会比较的牢固，并且指甲油可以防止它氧化，这样你这个整个
这样的话就整个视频的话也管得比较久一点，就是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指甲油已经涂完了，涂完了以后，我们就把我们刚刚所想要翻过来的花，这样按一下，按压一下，然后把它翻过来，翻成这样的一个款式。好了，我们的基础材料就准备好了。这个涂这个过程有一点漫长，然后我们把那个图翻出来，我们把图片翻出来，翻到手机里面，然后翻到这个材料包的详情页。好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做吧。第一个有什么呢？第一个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花片，先把它这样子，中间的一个花片，然后有一个贝壳花片，然后我们把它拆开，因为它这个还没有拆开。洗就出来了，里面有没有粘？推不就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给拿出来，好，然后对照图片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这样安的，对吧？这样安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花片。中间这一颗的话是一个0.6的一个0.6的一个玛瑙珠，然后4个伸出来的部分，有一个4个伸出来的部分。好，伸出来的部分呢，然后各有一个小的花蕊，对吧？各有一个小的花蕊，中间那也有花蕊。我知道，中间这个也有一个花蕊。
好，我们把大致的位置确认一下，然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中间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花蕊的，待会儿把它摆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5个，这个最小的，大家可以对照着看，还有5个，这个最小的1、2、3、4、5，对吧？然后在周围的话有1、2、3、4、5个花片，5个花片，每一个花片呢，它这个呢就是用这个小的珍珠，最小的珍珠，每个中间有1颗，这样很小的珍珠，然后还有5个1、2、3、4、5珊瑚珠，对吧？1、2、3、4、5，好了。然后我们大致材料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位置大家也看一下，就是这个里面会比较清楚。然后每个里面呢，这个里面会有1颗小的玛瑙珠，一颗小的玛瑙珠。大致放一下，因为它这个不稳，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要放到外面去。好，大家大致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背面呢，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小钗，对吧？会有一个小钗，然后这样子固定在后面。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组装。组装这个是怎么组装呢？我们首先肯定是组装中间的部分。我们把这个中间拿出来。大家可以这样子，就是中间的部分穿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开始剪铜丝，然后这里是0.3的铜丝。我以前一直是这样认为，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可能大家就是对固定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经过这次以后，我发现其实这个固定还是蛮有问题的。穿过来，从中间穿过来，看到这里留一个短的和一个长的，然后把它给揪起来，这样。揪起来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多绕几圈。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固定，然后我今天所以就给大家说好了，就是一定要是非常详尽的那种，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五一十的。非常详尽的告诉大家是这样固定的。因为以前会有一种就是有底盘的，然后后面被我淘汰掉了，因为那个底盘的话固定其他的不太好看，而且那个穿孔也非常的不方便。我觉得还是这种好用一些，比较自由。就一直绕就可以了。然后最后的这个部分怎么收尾，就是一定不要这样让它就这样摆着，这样它不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绕在这个底盘下面，
就你这个收尾的话，一定不要太长了，因为真的很多小伙伴不会收尾的，我现在才发现。可以这样绕，把它绕在这个尾部。然后最后一点怎么办呢？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往上的，对，往上我们可以收在这里。为什么可以收在这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安一个这个花片，然后这样会把它盖住。这样的话，你前后后面也不会有尾巴，前面也看不到尾巴，这样子就会比较的方便一些。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固定这个花片。固定这个花片可以用，还是用这个0.3毫米的铜丝吧。然后我们穿过这个0.6的玛瑙珠，它是第一个，1节就可以了，不要弄太多，太多的话你下面不好穿。好，这个穿好以后，我们穿一个花蕊。花蕊穿好以后，我们穿花心、花片呢，穿花片。花片穿好以后，穿这个。因为可能真的有小伙伴他是真的不懂，就是怎么穿的这个，他是真的不懂。因为真的是零基础嘛，就是很多看了视频才入坑的。然后我们中间呢可以穿过这个花，穿过中间的这个孔，中间还有一个孔。哦，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我们要穿这个，我们就直接用一根铜丝哈，就把那个想要的所有的花都穿在上面去。一根铜丝可以的。好，我们先穿一个这个吧，先穿一个珊瑚。你看哈，珊瑚过了以后就应该穿什么？穿那个小的那个花了。珊瑚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穿那个小的花。然后你这里的话，你要看一下那个花，有5个，珊瑚也有5个，一共是10个。1、2、3、4、5、6、7、8，它这个一共给了8个，所以的话，你穿的时候一定要隔近一点，就是它这个是8个，你穿的时候应该把那个花稍微隔近一点，不然的话你待会儿就没有位置了。当然，如果你想要穿8个也可以的。在我们这里穿10个，我们就是按照图上也穿10个吧。如果有小伙伴收到的是0.4的铜丝，其实我倒是觉得0.4的铜丝更好固定一些。所以0.3、0.4都可以的。好，接下来穿什么？穿那个红色的，对吧？
这个本来当时我用的时候剪的也比较长，然后这里的话就直接剪掉，然后这里的话可以折进去，这样子的话勾出来的也不会有勾出来的角，然后这样子看着也比较的舒服。像这里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以最后的时候你固定完了之后，用那个慢干胶再这样子把它固定一下，然后它这个就不会再摇晃了。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再处理这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会用到0.8毫米的铜丝。这里有4个，就是4朵花，然后我们截取2段，差不多这么长就可以了。2段，然后从这个地方放进去，应该是对角吧，斜对角吧，然后这个地方出来。这个可以不用那么长，我觉得应该可以够了，这么长应该够了。然后再从这个地方进去，这个地方出来。如果你还觉得它不够稳，像这样不够稳的话，其实你可以这样子搞。就是把它再绕一圈，从这里绕，看这里出来了，钳子把它给夹出来。好，它就可以这样子出来。
这样子出头以后，然后你再连接上我们的花心，然后还有小珠，折下这个红色的珠子，然后这个地方呢可以弯一下，对吧？但这个地方会往下掉，往下掉这个怎么处理呢？待会儿的话我们会全部弄好以后会反过来。这个地方会加一点慢干胶，然后等它凝固了，它就不会掉下来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4个一起弄，4个一起弄好以后，然后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就这样子让它晾一下，待会儿再翻过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做第二个。第二个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底盘，然后也需要一个底，也需要一个座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座子和这个底盘，然后连在一起，就需要开孔前把它打个孔。然后这个的话，我们需要拿出6朵花，然后还要拿6朵小花，1、2、3、4、5、6个小花。这几个小花中间有花蕊，大家应该都明白吧？然后这个中间有那个白色的小珍珠，大家也应该明白。然后这个的话就会用到我们的这个人造月光石了。然后它周围的这一圈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正面的这种
这些全部剪下来。其实这个是任何一个剪刀都可以把它剪下来的，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把这些剪下来。大概这里的话是10朵花的样子，就是剪10朵花，你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底盘，然后这个底盘有3层，大概这我忘了自己剪了多少朵了。然后我们就边剪边安吧，边剪边安。因为我这里是害怕你们没有，然后我这里就拿了一个盒子来给大家靠一下制作。然后一共是3层，我们来粘第1层。我觉得可以先把周围的这个给先做了以后再来粘，可能要好一点吧。当时做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忘完了，现在也是看着图重新的做。好，我们也是按照刚刚的方法，然后做剪3根就可以了。这个长度的话，大概在10厘米左右吧，10厘米左右。因为如果是剪多了的话，其实是可以剪掉的，你尽量剪长一点。大家也可以按照刚刚那个方法去把它绕一圈，如果觉得还行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行吧。然后就可以直接上了，直接上。这么长差不多了，剪掉。这个长度大概在2厘米左右。后面滴一滴慢干胶，这样它干了以后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了。大家好，就是这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因为昨天晚上就等那个胶干等了很久，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然后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然后我们
就是做好了以后呢，就是浇干了以后呢，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形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它那个小缝缝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对不对？1、2、3、4、5、6。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做那个小缝缝里面的。那么我们这个小缝缝里面怎么连接呢？我们拿出0.3毫米的铜丝或者0.4毫米的铜丝，然后我们剪一截。然后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我昨天就是有一点留的比较短了。如果大家就是留的比较长的话，还可以这样凹过来，这样子掰。然后所以这个形状是可以调整的。然后我留的比较短，所以呢，这个形状的话，我会稍微留的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灵活性是比较大的啊，不是照着怎么做就可以，就是你要根据你需要的来调整，就是一定要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每一次都要调整，因为每一次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开动你的脑筋来想，你就是来做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形状。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小花，看到没有？然后我这里会把它做出来一点，所以的话这里的话我先把它固定，然后这里会亮一下，然后这个就不上那个头子，然后我就直接挤了，这样也可以的。但我们这里如果是没有这个夹子的话，我们会怎么亮它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小伙伴会问到吧？我们可以这样，就是挂在这个后面。然后我们做同样的这个小花，我们做6个。然后6个就做好了，我们就是还要等它干一下，所以就是趁着等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做下一个部件。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个部件是什么呢？我们下一个部件是这个七朵小花的这个钗，对吧？7朵小花是用，我们数一下哈，它是有6个反的。它是有6个小花，然后中间一个正面的小花组成的。这个钗也非常的简单啊，这个钗也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这个数一下，我们有它的结构是怎样的？它的结构是这样子弯过去的。那么我们就以最长的一个剪一个。我们要它有多长呢？大概就是这么长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后面这个方法的话，我觉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不像我前面做的那么缠绕着很多很多的。
这样子就会浪费一点时间去做它。然后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第二个是这个，对吧？骨架就包含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再拿一根那个小发钗。我这里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换成这种了，因为你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没有那个盘，然后就比较好看一些。如果是有那个盘的话，它这里就有一坨多余的，然后就不好看。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骨架做出来。最后的吧，我们再把这个上去就可以了。我们先还是以同样的方式这样穿过去。
如果你想要这个是固定的话，你就在这个接头的地方再上一点万干胶，然后我这里的话，我想让它是活动的，然后我就可以变换角度。好，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晾一下。前面的这个小花花晾干了，晾干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穿过来。然后这个呢，你可以随便调节长度，后面的话，其实后面大家其实怎么样固定都可以，把它绕在这个上面。做好以后，就是我们加上这个小花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再来做中间的部分。中间的部分其实就是用这个小的这个花瓣一半一半拼成的。为了比较好拼一点，拿一下这个。如果有这个夹子的，可以用这个夹子，但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的，然后就用这个盒子，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当做一个基底。然后你现在要调整一下这些花的位置，尽量把它往下面调一点，因为你待会儿要亮出这个部分。就是从外向内一圈一圈的来，先可以粘这4个角，就你把大体的形状给弄出来。
好，我们第一圈就是粘完了，粘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粘第二圈。好了，大家已经看到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第二层已经粘好了，因为刚刚那个相机没有内存了，然后我们去把它导出了一下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过来的时候它已经晾干了，好，然后我们就继续加第三层的花瓣。好了，我们第三层的花瓣就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粘中间的部分。我们在趁着这个晾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开始穿这个珠子。就是大概穿到就这个能够围一圈的样子，我先比一下，感觉还差那么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这样穿，然后再比一下，看一下够不够。这样差不多，刚刚取的那颗穿过去，就刚刚那颗是比较重要的。好，然后在下面，这样可以把它拧紧。好，
现在我们挤一点胶水，我们前面的还没有干啊，这里要等它慢慢干。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等它干，把它放在一边，等它干就可以了。现在还比较有流动性，但是这个流动性你可以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然后我们这个部件就完成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部件还是蛮漂亮的啊，比我第一次做的要漂亮。好了，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吧，放在一边，我们继续来做下一个部件。下一个部件是这个拆子，这个拆子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吧，因为另一个的那个就是做法是一样的。它是这样拼接的。我们整个的材料就是这些，然后我们再把它组装起来。我们穿的话，可以先把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先固定了，中间部分固定了。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先穿这个珠子。拧紧了以后，我们按照顺序来穿。这里不用剪断，我这里就反过来。我这根铜丝的话是随手剪的，然后也不是前面没有晾过。如果你们剪的铜丝有的比较短的话，你们重新起个头就可以了，就是重新再做一个头就行了，就不一定要就是这么长，也不要就是问我这个长度，这个长度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随手剪的。好了，我们最后就刚好剩这么一点点，就刚好可以这样子把它给绕2圈，绕过来，收尾。
好了，固定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吧？固定这个。然后我们这个簪子呢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做下一个部分吧。现在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制作耳环，然后耳环呢有一个耳钩，有一个耳夹，然后我们也是按照图里面的制作耳夹款吧。这里呢我们就制作一个就可以了，因为第二个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拼一下啊，看一下它的结构是怎样的。整个耳环呢，就是呈现出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我们第一步就开始拼接。其实中间这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用那个铜丝这样子。如果你9支针不够的话。好，我们的耳环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下面一个部分吧。好，这个部件非常的简单，就是3个部件所构成。
好了，我们这个就做好了，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们再继续来做下一个吧。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它们绕起来，然后再固定在一个小簪子上。你们有没有从头到尾看到现在的小伙伴？真的要给你们点赞，有这么好的耐心来看这个视频。你们很棒哟！好，这个簪子就做完了，非常的简单。然后因为它还没有干，所以我们继续把它放在旁边去晾一下。好了，我们来把我们所有今天做的，然后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是每个我都只做了一个单支的，因为我这里时间不太够，然后希望就是大家学会这个方法，因为有的还没有晾干，所以我这里就轻一点。这个是前面做的，已经晾干了。好了，这个应该是大半套吧，大半套，因为这个有的是2支，我只做了1支，所以大家如果把它补齐的话，就是一整套。这里呢，就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坚持做手工，然后这个是我
在1年前做的原创设计的一套饰品，然后我也是从这一套开始，做仿点翠的，所以，因为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希望大家在以后能够就是再接再厉。然后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有一个小福利，就是你学会了这个方法以后，不是说这个方法就丢了，这个方法是可以运用到我们其他的一些饰品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的垫子，比如说我们的笛冠。所以这里有一个小福利，就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就是后面会出一个教大家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个笛冠的。做一个笛冠的一个头饰的一个教程，然后给大家，并且给大家出材料包，所以的话就大家后面一定要等一等我，因为最近有一点忙。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